学在家，我是移民加拿大的台湾人 Liv。如果你对留学或是移民加拿大，又或者是对生活在加拿大有兴趣，别忘记先订阅我的频道，我不定时的会出现跟大家分享当地一些有趣的人事物。记得订阅时也要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的第一手更新哟。如果你一直有在关注我的频道，应该知道我当初就是用加拿大的打工游学课程，也就是 Co-op 课程来到加拿大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朋友，这边也给你科普一下 ，Co-op 课程呢，它是加拿大特有的课程，主旨是在让国际学生快速的进入当地的就业市场，主要有俗称的6+6跟1+1的课程。拿6+6课程作为举例哦，就是前6个月在学校上专业课程，也就是说你选什么科系，你就在那个学校上那个科系的专业课程。后面6个月呢，进入职场做有薪的实习。这个课程特别适合想要在短期内在国外累积工作经验的同学。像当初的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发现说，因为我是社工系嘛，我觉得自己对台湾的社工环境好像不是太喜欢。不过我在社工系学到的很多专业的技能，让我觉得说我自己好像蛮适合做人与人沟通之间的桥梁。外加我觉得自己好像蛮喜欢旅游的，又特别向往成为一个可以用流利的英文去做沟通的人，所以我就萌发了想要当国外业务的想法，就是 B to B 的那个桥梁嘛。然后想着这个职位应该就可以让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出差，多看看世界，用公费。后来我就设定了这个目标，我要去国外读一个学位，洗一下学历，再回来台湾找这个职位的工作。我就在各个英语系国家之间做了权衡。美国太贵了，也是治安问题最严重的国家。那时候一直看到很多枪支问题的新闻，然后英国的歧视问题很严重，我怕之后如果想要留下来工作，发展会有很多限制。澳洲有点太 chill， 而且之后如果想去的话，台湾人可以用打工度假的签证去就好了。爱尔兰的口音问题，我怕学成归国之后会变得有点四不像，再加上当地商业的发展机会也是比较局限的，所以综合上述，我就锁定了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以移民大国著称的国家，而且它的经济量体始终维持在全球差不多前10名左右。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对加拿大是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向往。不仅自身拥有极度丰富的天然资源，可以称自己是一个国际富二代也不为过，还拥有跟美国世界上最长的国家边境。简单来说，我就是觉得有美国照的国家经济发展是相对稳定的。再来也是重点，加拿大是国际上出了名的有礼貌。如果你有关心加拿大的政治，连加拿大的政府的官员都 mix 了很多国际的色彩，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去这个国家念书，第一，治安很不错嘛；第二，它是很支持多元文化的发展。那这样子一个兼具经济发展、旅游资源、学费又最亲民、国际学生友善的地方，就是你的加拿大。但是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我毕业之后存的，所以我的预算是蛮有限制的。因为要出国去念一个学位，不仅要付学费，你的生活费。虽然我的成绩在台湾还不错，还可以，但是比起读书的话，我更想要的是可以累积工作经验。毕竟我看到的社会是名校毕业，但是在就业的市场上找不到工作的人真的很多。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不能被学历的迷思绑架。我的首要目标是去读一个社工系以外的学位，但是同时我想要继续累积增加工作经验，所以我就找到了加拿大的 Co-op 课程。Co-op 课程在那时候大概花我台币30万以内。它不仅有对专业课程的学习，我那时候选的科系是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就是商业沟通。然后要完成这个学位，就必须要到当地的就业市场去找到和自己念的科系相关的职位去做有薪水的实习、全职的工作的意思。等于说我在念书的时候，也不用去中断我的履历，甚至可以让我的履历就是更丰富。等我学成归国了之后，我不就是
又有海外的学位、海外的工作经验，那这样子我离国外业务这个 position 就更进一步，就可以把这个想法去做一个落地的实行了吗？上面这些小前提就是大概让大家知道说，当初我是为什么会想要出国念书，怎么来到加拿大。如果你对我当时读 Co-op 课程有更多细节的好奇的话，你也可以到这支影片去看看。这么棒的 Co-op 课程，因为只有加拿大有这个课程。这几年因为网络资讯的兴起，是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对这个课程是越来越有兴趣。就很多人一直在询问。说真的，因为台湾的经济这几年相对其他的国家也算还不错，也真的是台股一涨 ，Co-op 课程的留学费用就到手了。可是2026年，我必须很遗憾的告诉你，加拿大已经不是那个你网络资讯看到的加拿大了。那个张开双臂拥抱留学生的加拿大，正是被他们自己给外国人的福利给压垮了。开始进行了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大量的留学生限额。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说2026年加拿大政府对留学生的态度。这是一个足以让计划留学加拿大的申请人都感到寒心的数据。根据 IRCC 官网最新公布的数据，2023年的12月。加拿大单月签发了95320份学签，然而到了2025年的11月，这个数字居然骤降了到2485份。这不仅仅是数据的缩水，也代表说，在短短的2年内，加拿大学签的签发规模出现了97%的断崖式崩跌。我们回看，在2023年以前，学签的平均核准率通常在55%到60%，这些数据都是你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看得到的哦。但是在2025年到2026年的现况，随着省级证明性制度的实施，以及对私立学校的严格限制，也就是提供 Co-op 课程的这些 college， 某些特定的课程，例如 diploma 或者是 certificate 的拒签率，在2025年底一路飙升至80%以上，加上对非学位类课程的拒签率，对于整体的申请者来说，目前的环境确实是接近10个人申请有9个人被拒的惨烈状况。我们现在就正处于加拿大留学史上最严苛的冰河期。如果你还在用2023年的思维规划留学或移民，你的申请极有可能就会沦为那个被拒绝的90%。说完了政府的态度，接下来给大家深入的说说，那加拿大的 Co-op 课程到底经历了什么？2026年总量腰斩的限额，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根据 IRCC 最新的2026年到2028年移民水平计划，2026年全国新学签发放的目标仅为155000份，跟2025年的30.6万份去相比，直接砍掉了将近一半。如果你再把这个数字拿来跟2023年巅峰期做相比，缩减的幅度是超过75%，学签的名额变少，意味着 IRCC 的审核逻辑从只要你符合某些条件，变成他们在少数的名额之间挑选顶尖的学生。2. 套省级证明书配额生死状。2024年的1月开始，大部分的学签都必须要附上这个省级证明信，就是每个学校他们有收到固定的配额，这个是学生签证控管权的移交。省政府呢，他们拿到的这个炮的总额是固定的。例如2026年多伦多所在的安大略省配额是7万份左右，温哥华所在的 BC 省，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温哥华，今年的配额学生配额不到25000份。现在不是学校录取你就可以去办签证，而是必须要抢到省政府手中那张极为稀缺的入场券——省级证明书。而像安大略省、BC 省这些热门的留学的地区，配额被大幅的倾斜给公立学校，很正常嘛，政府他们要保护公立的学校，所以普通的这些私立学院呢，他们配额几乎了剩无几。就是你们现在在找的这些 Co-op 的学校，我们就说就是私立的学院，就连我现在知道还有配额的学校，可能不到3间吧。拜托，现在才年初Co-op 课程在2026年的名额居然就已经几乎被抢完了。
3、新制规定需要有语言成绩才能够申请 Co-op 的课程。因为 Co-op 它是 college 的课程，文凭课程来说 ，college 就是4年我们叫 bachelor，2年我们叫 diploma。那这个文凭课程呢，就像你在台湾要读大学前，也得先考学测嘛，现在还叫学测吗？可是台湾的学生，因为很少数有人有过那种全英文的学习环境、学习经验，以前大部分的台湾学生都是先申请大概4到6个月的语言课程，然后达到学校的等级要求了之后，再入学去 Co-op 读这个文凭。但是呢，现在的新规定，它要求你一定要有语言的成绩才可以申请 college 的 Co-op 课程，导致学生需要先在台湾就把语言成绩考到了，才可以申请 Co-op。这也大大的拉高了申请 Co-op 课程的门槛。4、国际生端30岁以上的逻辑挑战，这个是我最近最常听到的拒签理由。如果你已经超过了35岁，而且有大学的学位，却回头去读一个 vocational 的职业文凭，签证官会直接在你的拒签信上面写不符合学术逻辑，很正常嘛，因为他们会觉得你降读嘛，你都已经有大学 bachelor 学位了，你现在怎么会来读一个短的文凭呢？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你不是来读书的，你是来骗工钱的。但是回看过去其实台湾学生比较少像日韩学生，他们有这种 gap year 的概念，大部分都是一口气读到了大学毕业，甚至工作了1、2年之后才开始思考说自己要的是什么，或是那种我已经存够了足够的勇气，我要去国外留学去看看世界。日韩的学生他们很常在高中毕业之后读大学，大1升大2、大2升大3这之间出来读个短暂的文凭，去增强自己的语言能力。放在以前 Co-op 文凭这时候就是最好的选择啊，又不用去停止自己的工作经验，你又可以继续累积国外的工作经验，学费又很亲民。但是这一切放在现在政府审核学签的官员眼里，一切都变成了不合理。分析完了上面想要读 Co-op 课程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有一点瑟瑟发抖呢？毕竟我可是经历过安大略省政府在2024年3月正式宣布了学签配额的分配方案。那时候最震惊教育界的决定就是说，私立学院他们获得的配额为0。从那年开始，在多伦多那边的 Co-op 学校，他们是完全没有被分配到名额的。也就是说，有很多提供 Co-op实习课程的私立学校，之后想读 Co-op 课程的学生的选择就只剩下了 BC 省。那么现在在看这支影片的你，面对不同的情况呢，我在下面整理了给你们方向的一些建议。加拿大的留学虽然面临了诸多的困难，这也是因为之前的签证发放确实有点太松了。现在有条件的去做这些限制，其实反而会对当地的学生做出更有质量的筛选。如果你也跟当初的我一样，想要出国拿学历和工作经验，可是你的预算也很有限，那应该要怎么办呢？既然是你需要有英文成绩才能够申请学校的话，其实加拿大语言学校也有线上课程的选项。你可以在台湾报名，依照你的时区去选择线上的课程。你所上的课程都是加拿大的教材，一样会有国际生去当同学。你不仅可以在台湾先去准备语言的考试，甚至有机会你可以用这个语言的 level 直接申请加拿大大学。其实我在语言学校的那段时间虽然很辛苦，却是我在加拿大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跟程度差不多的同学，大家有共同的目标，一起去努力。老师对于我们语言的包容程度也很高，是我人生语言成长最快速的3个月。就再让我选100次，我都不想要先在台湾先什么考雅思啊、托福啊、Duolingo 啊，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花在语言学校时间成本还有金钱成本是相当值得的。它让我不仅增进了我的语言能力，也学习了如何在当地去生活，真实的聊天，不会像考试出来的学生讲话都是像是课本走出来的人，而是真的有英文的生活感。回头看我那些一开始打的那种英文的动态，我就觉得很尴尬。2、追踪加拿大的打工度假资讯。FYI， 现在加拿大的打工度假池子是开的哦。
而且如果你抽到之后没有按接受，都还是可以继续抽。抽到之后也不是需要立刻出发，这个工作签证可以保留在1年之内使用都可以。现在很多学校他们因为失去了 Co-op 的名额，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资源都投入到打工度假的 package。你在以前你可能需要申请1年、2年的这些 Co-op 课程，需要花这一些学费，你才可以使用的一些福利。现在你只要持有打工度假的签证来读语言的学生们也都可以使用。例如学校教你怎么写履历，怎么在当地做面试，甚至有一些很优秀的学校还有就业博览会。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在没有语言能力之下，或者是不懂当地文化的情况下，就直接跑到国外去工作，我觉得先拿着工签来读个3、4个月的语言做热身，还有学校的协助，比较有归属感，也比较有效率的开启国外工作签证的方式。不过，加拿大打工度假签其实现在抽签还蛮竞争的，如果有兴趣的话，不要空想，先把自己入池了再说，因为也不一定会抽到。3、申请加拿大专业青年工签 Young Professional。相对于竞争这么激烈的打工度假，专业青年的差别是你必须先要有当地的雇主愿意提供给你职位，只要雇主他提供的职位是符合 NOC Code 0、1或2或3，几乎是你入池就立刻中签的嘛。那我觉得这个也不错所以就等于说他们一进来直接有工作，对，而且也是直接到他们相关的行业。对，依照我过去的经验，我觉得专业青年进来的人在以前申请身份都蛮快速的，因为他们一进来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符合可以申请移民的。可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到吗？你要语言可以强到直接去上工你想看看你现在工作的很好啊，可是放回去3年前的你可以吗？我没有办法。对啊 ，exactly， 所以它难度是难在这。因此，我觉得先来读个语言，回去之后就是说，我好喜欢这个地方，我想要来这个地方工作。那你在你有语言基础下去找工作，也大概知道说，这边区域长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不想去 Richmond 工作啦，我想要留在 Downtown 工作啦，你会比较有概念。4、RO 工签是一个几乎跟打工度假一样的签证，只是它不用抽，它的名额是指定的，大多都会绑3个月的语言学校，大多啦。今年因为真的太多人留在境内，无论如何都想要留下来，再加上用过打工度假的同学依然可以使用 RO 工签，所以今年 RO 签证开跑之后几乎是秒杀的状态。所以除了更新现在 Co-op 课程最新的情况给大家知道，我的建议都是从花费低成本的方向去做的，一样是获取英文能力和拿到工作签证为方向给大家做参考，就没有特别举例硕士或者是公立学校等有毕业工签的选项，毕竟这些选项的学费是 Co-op 课程的3倍甚至以上，就不是可以一起讨论的项目了。如果你对这些选项也感兴趣，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也许我会再做一集跟大家去做分析。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听过替代性满足的专有名词？人类呢会因为陷入想象而产生行动瘫痪。当你闭上眼睛，生动的去想自己已经去留学、光荣归来、job offer 一直在收等等等的画面，你的大脑呢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快乐，产生一种我已经完成了的错误的满足感。再加上想象中的成功是完美的，可是现实生活中的行动其实是非常痛苦且充满挫折的。当你的大脑已经透过了幻想得到了这些免费的快感，他们就不再有动力去驱动你的身体去执行辛苦的现实任务。我想表达的是，你在网络上看到广告宣传 Co-op 课程有多棒，或是大家分享他们来 Co-op 经验有多 amazing 之后，看到这一篇更新，一定难免会有一点焦虑或是紧张，担心自己已经错过了机会了。不过，机会从来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更因为你想要节省金钱成本，获得一样棒的经验，所以才应该要抓紧时间，先做规划和安排。机会来临时，才会是属于你的。谢谢你观赏今天的 Live 在家，别忘记要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有兴趣的主题，也都欢迎你留言给我，我都会看哦。我们下集见，拜拜。